保时捷一个凭借恰到好处的定位而无比成功的豪华品牌。不久前911混动版在纽北现身，911终究还是没法抵抗时代的潮流，这也标志着911将再次进入前所未有的新时代。不过好消息是，911混动版沿用的是919 Hybrid 的混动类型，这也就意味着保时捷精神图腾911上是不会存在插头的。上期视频我们讲完了911风冷时代的结束，这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聊聊996身上有哪些遗憾，997又做出了哪些改变？进入不惑之年的911，为了续写自己的传奇，又做出了哪些妥协？20世纪末可以用4个字来形容：多灾多难。美股暴跌，日本经济泡沫破裂，苏联解体，石油危机反复，影响世界经济的事情接连不断的发生，全球消费市场萎靡不振，就连保时捷在90年代推出的964、993都接连展现出颓势，公司离破产仅一步之遥。在 Boxster 首次与世人见面的93年底特律车展上，虽然保时捷展台前依旧人潮涌动，但这次人们关心的就不是车，而是保时捷公司准备什么时候提交破产申请。当时坊间流传丰田、戴姆勒、通用可都准备吞并保时捷呢，这让时任 CEO 的魏德金略显尴尬，因为只有他知道996的时代即将到来。这代911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，让其处处充满了妥协的味道，最直观的就是车有好几辆，其中一辆便是保时捷964。知道其他几辆的观众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里打出。虽然996是一台别出心裁的911，但这并不妨碍996续写911的传奇故事。2005年，这款颠覆传统的911落下帷幕的同时，新一代911已经整装待发。不知不觉，911车系已经进入了不惑之年，但它的魅力依旧如初。在经历过 Boxster 和卡宴的疯狂大美之后，
保时捷可算是能喘上2口气。新一代911、997的开发预算不再抠搜，赖平先生心心念念的电动尾翼也是在997上重见天日，并且延续了996驾乘的重点。在车迷心中，996内饰设计已经是登峰造极的存在，而997的诞生无疑是又一次刷新了人们的认知。保时捷为了扩大自己的受众人群，还特意为997适配了4种不同的座椅，供不同身材的客户选择。这一代911，保时捷复活了 Carrera S， 并为其搭载了输出功率355马力的 3.8 升 M97-01 发动机，以及当时保时捷最新的可变气门正时系统和959上下放来的主动悬挂管理系统。但是997对于保时捷工程师们来说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改掉了之前开发的臭毛病。在过去的40年里，911的开发顺序永远是硬顶先行。要知道，敞篷版因为没有顶棚，所以对整体的车身结构强度要求更高，这也导致了每次在设计敞篷版的时候都需要重新设计一遍。但这次不一样了，保时捷终于决定敞篷先行。敞篷997的顶棚结构相比之前是经过特殊加强过的，能在车速不超过48公里每小时的情况下自由开合敞篷。不仅如此，为了能让车主在敞篷时享受到悦耳的声浪，工程师们还特意对敞篷版的排气系统进行了改造。得益于敞篷版先行的优势，2005年4月，997敞篷版率先与世人见面，而 Carrera 4和 Carrera 4S 则是要晚一些。从997开始，保时捷就确定了911车型的研发模式，换代产品主要针对车身造型、内饰以及底盘等部件进行改造，改款产品则主要针对发动机和传动系统。2009年，改款车型997.2诞生，除了显而易见的外观改动以外，还为发动机增加了燃油直喷功能，提升了性能以及燃油经济性。基础版的 3.6 升发动机可输出345马力，而 S 版的 3.8 升则可以输出385马力。不过最令车友们兴奋的是，保时捷将自家的看家变速器 PDK 下放在了民用车上，这也让911自动挡车型100公里加速首次超过了手动挡。911作为保时捷的灵魂所在，几乎每一代911都在一点点的变大变强。这次991作为保时捷新产品理念 Intelligent Performance 的践行者，搭载了不少保时捷的黑科技。和911的前辈365相比，911轴距增加了57毫米，996则增加了81毫米。997引入 PDK 也是长了不少，最后991这一代更是加长了101毫米。保时捷为了稳住911车系逐年变长的车身，把为卡宴开发的 PDCC 也装配到了991这儿，使得991的操控性又一次获得了质的提升。恰到好处的噪声对于一台跑车来说是不可或缺的。人们讨厌的是风噪、胎噪这种烦人的噪声，爱上的是发动机美妙的噪声。一台没有任何机械聒噪的跑车，无疑是丧失了所有灵魂。为此，保时捷特意研发了一套名为 Something Pulsar 的发动机声浪模拟系统，让驾驶者感受到最真实悦耳的声浪。时间来到2015年法兰克福车展上，991.2的发布再次惊艳众人。991.2全系标配涡轮增压的同时，也让人不解991.2的 Turbo 将会变成什么样 ？Turbo 还是 Turbo，Carrera 还是 Carrera？ 特里克伯格回答道：“其实这也是无奈之举。当时各国的排放法规日益严格，特别是几个主要市场中国、美国、欧洲，为了在短时间内就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，保时捷的工程师们选择了一个最便捷也是最成熟的一条路——涡轮换自吸。这在部分车友眼里无疑又是一次灵魂的丧失。991.2 Turbo 最大功率达到了520马力，相比930 Turbo 的260马力翻了一倍，油耗也从21.7升下降到了14.1升，涡轮增压的优越性不言而喻。对911来说，有4位首席设计师非常重要。首先便是911之父费迪南德·亚历山大·保时捷，是他创造了911。第二位阿纳托尔·拉平，他奠定了911的发展方向。第三位汉姆拉盖，从993到997都是他设计的。除此之外，还有 Boxster、卡宴、Cayman， 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保时捷。最后一位迈克尔·莫尔，他设计了目前我们最熟悉的991、992。他们作为保时捷的设计师，一直在传承和现代主义二者之间来回穿梭。他们既需要在尊重保时捷历史的同时，不断推进保时捷成功的故事，并且推动保时捷未来的发展。费利·保时捷曾说：“当我环顾四周，始终无法找到梦想之车时，我决定亲手打造一台。”在过去的58年里，911从蓝山学步到独领风骚，一路过关斩将，在每一次的困境中，保时捷都不曾放弃。正如那句名言所说，杀不死你的，终将使你更加强大。好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观众们提出好的建议，我们都会看，我们也在不断改进我们的频道。视频制作不易，还请大家多多关注加3连支持。我们下期内容不见不散。